传票，重新都拿出来。传票来看一下。检票，检票啊！查吧。干什么呀你们？好，下一个。排好队啊！这样他才能放心。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？上了船以后，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别克19。江湖交会当道，遨游钓魂之战，我挂起江光，花路都是走。江湖交会打球，遨游多年主席，你个如何将这如今之后。江我花路都走。喂。哎，你好。啊。是圣心私立医院吗？是，您哪位？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。高秀美。她转去台大医院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您哪位啊？哦，没事，谢谢啊。阿木，哎，你阿伯都注意身体哦。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。你们还会回基隆吗？一定会啦。好，大家刚2记得吃。保重啊！走。你好，同志。你是陈发斌同志？我是庄阿晨。哦。
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，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，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。我是陈发斌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。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？是。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，一直到今天上山。一路辛苦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？别那么着急，先接受审查，等审查通过了，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。陈芝啊，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！是啊，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，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。雪芬啊，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。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。什么事啊？是这样，我那个女婿啊，在省警一处电讯所当主任，这个地方吧，压力特别大，而且薪水也不高。我就在想，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，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。好，我帮你问一问啊。不过呢，我最近听他说啊，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。好的，我也理解啊。现在这个世道，僧多粥少是吧？来，你们过来啦！哎，高磊啊，高磊。哎，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。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？啊。哎呀，他年纪这么小，就走了这么远，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。他这么一走呢，心里觉得空落落的，有点不太适应。这不是我劝你啊，孩子总是要长大的，总是要离开我们的。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，干点自己的喜欢的事儿不行吗？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哎，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？其实没有那么费劲。哎，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，比比咱们的力气啊？不好吧，又不认识。再说了，那都是年轻人，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？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哎，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，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，你忘了？这事儿你还记得呢？对呀，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。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，我认为也没问题。哎，去试试，不玩一下嘛，去吧，雪芬。哎呀。今天好开心，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。是吗？你看刚才啊，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。我不是谁的太太，也不是谁的妈妈，我就是殷雪芬，我自己。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。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，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。陈芝，谢谢你。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，我也很开心。谢谢你，雪芬。还好在台湾遇见你。总裁，时间到了。开始行动吧！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。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。我军依靠情报，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，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——崇明岛，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，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。
十分出色，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。我工作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。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？是是是，他们真是厉害啊！玩得高兴啊！哎。 10架轰炸机分4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。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，以少胜多，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，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，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。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，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，不少工厂只能暂时停工停产，等待电力供应的恢复。1小时后，广播站将重复一次。1小时以后再听一遍。老师，您早点休息。嗯。师母，我回去了。扶松。 你别动我！你们天天加班，天天开会，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？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！炸死了上万的百姓，工厂、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，整个上海 都变成了废墟。可怜的兰城，那是他自己的上海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伤了，还是已经不在了。 顾玉勋，如果兰城有个3长2短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夫人，这中央社的消息，你也信以为真？这几年， 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，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，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，只能逃到台湾来。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，夫人得反着听。说是取得重大胜利，那就是遭受了重创；说上海市区被炸成了废墟，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。
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，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。那倒是，就是说转进也是逃跑。对呀，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，夫人还信以为真。那蓝晨他不是在上海吗？我担心他呀。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，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儿，蓝晨肯定是安全的啊。夫人不用担心。哎呀，好了，夫人，别担心啊，消消气儿啊，躺一下。我今晚有事儿，不会来吃的吧？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？要去哪儿？长城辛苦，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，他不答应也不行啊。阿菊，你要体谅啊。对，我得跟上峰应酬啊。天天加什么班啊？薪水又不涨，那辣椒面就挣了1天的钱，你还干啥呢你？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？这辣椒面卖不成，咱们想别的办法嘛，没关系的。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你要想清楚的呀。今天不准去了。我跟上峰约好的。不行。阿菊，我来替昌城说个情吧。人都约好了，你得让人家去，否则上峰不高兴了该。你得懂事儿。昌城，你怎么还坐着吗？不是要上班吗？赶紧去啊！哎。阿菊啊，咸鱼用完了，我去补一点啊。昌城，妈，你还好吧？你压力大，妈妈知道。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哦。我明白，妈，您放心。对了，妈，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，有眉目了吗？您也看到了，那电信所就那样，事儿多钱少。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，所以我这个事情你放心啊，妈妈记在心里的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帮你提的，你放心吧。好，谢谢妈。那我先去上班了。去吧，去吧。工作一切都恢复了。是，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，替我们台工委转达谢意啊。一定带到。哦，我们和上级啊，交通线已经恢复了。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，请交给东海同志。放心吧。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。但是我在想，如果非常麻烦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学生回来了。是，咱们俩是好朋友。我请于勋帮点忙，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。吴次长好。陈太太来了，那你们慢聊。哎，你先别走。陈太太有点事儿，想托你帮个忙。哦，什么事儿？哦，吴次长是这样的，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，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哦，你可想想办法。好，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。好啊。
台公尾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。哦，太好了。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？是，但是我已经找人了，就不麻烦您了。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，你多少要小心一些。您放心，他们对我很信任，反而我有点愧疚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。橙汁，喝杯茶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碧葵。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？正在了解。你得帮这个忙。夫人遵命。行，我去备点饭菜。哎，我去帮你啊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们接着聊，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。你们慢聊啊。吴次长，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。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？3年了。说来也巧，我小女儿订婚，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，我就到台湾来了。不过我相信，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，是吧？听碧葵说，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？是，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。我跟碧葵说了，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，一定到家里坐坐，请你们吃顿饭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，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，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。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。确实很少见，可见舟山情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。舟山紧扼上海咽喉，舟山一日不解放，上海便是如鲠在喉，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。还有一封信，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。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，被国军击落。兄长信里说，他有一个妹妹，是唯一的亲人。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，林峰烈士牺牲以后，忽然就消失了。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，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，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。好的，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。这2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，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，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，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。空军为出其不意，特意绕道崇明岛方向。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，如同未卜先知。这说明海东进计划已遭共谍泄密，备之难辞其咎。你们轻级以上的长官开会，我这个机枪站长为什么要去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去了不就知道了。
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，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都不要慌，要镇定。各位，今天总裁不出席，由我来代劳。吴次长，请移步一个座位。今天突然请大家来，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。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，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，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，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。怎么回事啊？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？啊？是啊，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。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，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，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。我们的飞机一架架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。这次行动，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。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？海东青，我也是刚听说。我给大家透露一点，前不久，保密局破译了一封9月份的电报。从电报内容分析，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。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，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，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。那么由此可见，海东青计划的泄密，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。我甚至怀疑，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。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。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、新竹空军基地、舟山定海机场、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。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，由毛人凤具体负责。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，待在部里不能回家。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，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，不得进入大楼。在此，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，认真的配合调查。理解，完全理解。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。好，感谢周总长的表率。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。长官。周总长，什么情况？这边有电话，好多人没看清楚。明白，全力配合。
这件事情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这事我真不知道。国防部2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，你说你不知道？我想我们知道的，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。海东青计划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。那是茶水柜。不用。那吴司长，我们就告辞了。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。是。谢谢老师。您。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，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？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，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。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，所以沉住气。老陈，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，你过目。哦，这2个人。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，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2个人。陈发斌是3人行的老同志，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，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。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，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这2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。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，还是走一遍，以防万一。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尤其这个庄阿晨，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，岳源基隆工委的同志均已被捕。无法严格的核实他的身份，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，一直没有成型。那这样吧，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。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，不应该呀！部长，你说有没有可能啊？就是他那个共谍啊，自己分析出来的。于队长，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。我瞎说。那要真是如此的话，其心思之缜密，判断之准确，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。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，也是屈指可数啊。
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。什么非常手段？这妙呀，组长啊，这。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，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。组长，卑职再斗胆一次啊！就是你看，咱们查了这么多资料，查了这么久了，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，他不是吴次长？您赶紧给我滚！局长，证据确凿。从技术角度来看，准确无误。对外要严格保密。是。周总长，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。报告，段厅长到。总长，您找我。坐。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次长的指纹这件事儿，你怎么看？一开始我也很惊讶，但仔细想，又觉得疑点甚多。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，又有他的副官聂曦的指纹。这确实有点奇怪呀。如果说是盗取文件，聂曦一个人去那就够了，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？而且还都不戴手套。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，这么鲁莽的行为，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。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，得罪了吴次长，以后无法共事。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，那怎么处理吴次长？你有什么建议？卑职以为，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，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，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。坐。有道理。警方同志，吴次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，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，并且跟龚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，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龚一蝶的推断。所以我申请把吴次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。
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，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。这样一来，可以互相监督，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。那具体的，你们想怎么做？我认为，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，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，前一阵子，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。这个时候，绝不能有半点差池。